中國房地產最後的免死金牌，終於在2026年的第一個禮拜被燒成了灰燼。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，如果連國字頭的招牌都保不住命了，那這個市場就不是什麼冷冬，而是徹底的結業。就在這2天，資本市場傳出了一個令人脊背發涼的消息，曾經頂着央企豪門光環，在深圳乃至全國呼風喚雨的華僑城集團，正緊急召集債券持有人開會。會上的氣氛據說降到了冰點，華僑城不僅坦白了自己已經命懸一線，更是直接把皮球踢給了深圳國資委，要麼現在注資，要麼資產注入，否則這顆炸彈就直接原地引爆。大家可能還記得2025年底的時候，萬科那場轟轟烈烈的債務保衛戰是怎麼打的？當時市場還心存幻想，覺得萬科背後有深圳地鐵，有國資撐腰，怎麼着也能熬過去。但結果呢？進入2026年，萬科的流動性危機不僅沒有緩解，反而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所有的國資房企。據彭博社和知情人士透露，華僑城在周一和周二的會議上，幾乎是帶着一種自殘式的坦白，告訴投資者，萬科的危機已經徹底摧毀了今年樓市的最後一絲信心。這就是目前的慘狀。萬科在2026年上半年面臨約94億元人民幣的到期債券壓力，而華僑城作為一家業務高度依賴文化旅遊和高端地產的中型央企，在萬科倒下前，它已經快要窒息了。華僑城目前的表態非常有意思，他告訴投資者，國務院國資委已經給了明確指示，要提供一切必要支持。但這話說得好聽，實質上是什麼？是中央政府不想出錢，想讓深圳國資委這個地方土豪來接盤，來兜底。這哪裡是求助？這簡直是中央在向地方甩包袱，是華僑城在向深圳國資委撒泼打滾，再不救我，我就死在你深圳的家門口。華僑城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？我們得看一看這背後的人事博弈和貪腐黑洞。地產圈這2天都在瘋傳一個重磅消息，華僑城的前董事長段先念被帶走了。這位段先念在華僑城可是個教父級的人物。2014年入主，2017年掌舵，直到2022年退休。他執掌華僑城的這幾年，恰恰是中國地產泡沫吹得最瘋狂的時期。當時他大搞所謂的文化加旅遊加城鎮化，在全國各地瘋狂拿地，看似風光無限，實則給華僑城埋下了致命的禍根。大家看一組公開數據：2022年，也就是段先念退休的那一年，華僑城的業績突然大變臉，出現了自上市以來的首次巨額虧損。2023至2025年，虧損不僅沒有止住，反而因為利息支出和資產減值準備，掏空了集團的現金流。2026年初，根據最新的財報預測，儘管經營性現金流在吳秉琦上任後勉強轉正到了25億左右，但面對幾百億的債務缺口，這點錢連付利息都不夠。有人說段先念是到點退休，平安着陸，但現在看來，這分明是給自己挖了個坑，讓後人跳。傳聞中，當年某位位高權重的人物為了扶持這個混子上位，是不遺餘力的。結果呢？幾年時間就把一個家底厚實的央企搞到了瀕臨破產。現在的審計和紀委五進五出，查的不僅僅是錢，更是這些年華僑城在全國各地那些虧損累累的僵屍項目背後，到底有多少利益輸送。現在的局面非常諷刺。華僑城雖然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央企，但它現在卻蹲在深圳國資委的門口要飯。為什麼？因為中央國資委現在也沒錢了，或者說他不能開這個口子。如果救了華僑城，那保利就不救，中海就不救。所以最損的招數就是地方包乾制。但是深圳國資委現在的日子好過嗎？
從萬科到華僑城，深圳國資委的口袋已經被這些所謂的優質資產掏空了。萬科在2025年底未能獲得長期展期，2026年一開年就再求展期，現在華僑城又跑來要求直接注資。這種死給你看的要挾，其實反映了中國體制內最深層的崩塌。當作為信用背書的國資背景變成了一種勒索政府的籌碼，說明這個體系的信用已經徹底破產。那些在2025年還堅信國企不會爆雷而入場的投資者，現在正經歷着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。他們發現自己買的不是保險箱，而是一個裝滿了債務和腐敗的骨灰盒。在段先念留下一地雞毛後，接棒的吳秉琦被寄予厚望。這位出身華潤系又在中建集團歷練過的老兵，確實表現出了職業經理人的專業。根據華僑城2025年3季度及初步披露的年度簡報，其經營現金流確實在努力轉正，達到了25.55億元。但是這就很有意思了，這25億的正值，在華僑城高達數千億的負債規模面前，連買顆止疼藥都不夠。我們來看一組扎心的數據。到期壓力，截至2026年1月，華僑城及其子公司面臨的境內外到期債券及利息壓力，遠超其賬面可動用資金。融資成本隨着萬科危機的發酵，國資背景房企的海外債融資成本已飆升至 12% 以上，這對於利潤率早已跌至地板的文旅地產來說，無異於飲鴆止渴。吳秉琦試圖通過盤活資產來續命，但現在的市場是什麼樣？那是資產變現難，地價跌過房。那些偏遠地區的文旅小鎮已經停工的樂園配套房產，現在不僅不是資產，反而是每天吞噬巨額運維成本的負資產。華僑城最引以為傲的模式是文旅加地產，通過建設歡樂谷樂園帶動周邊地價，然後高價賣房。這個模式在房價單邊上漲的年代是暴利，但在消費大降級的2026年，它成了一個致命的絞肉機。根據最新的行業數據，2025年全國主題公園的客流量和人均消費額雙雙下跌。華僑城旗下的多個項目由於前期投入巨大，目前正處於嚴重的入不敷出狀態，慘狀一爛尾的豪宅夢。在深圳、成都等地，不少買了華僑城所謂景觀房的中產階級，現在面臨的是房價腰斬和配套設施停工。慘狀二，被拖垮的供應鏈。華僑城背後成千上萬的供應商、建築商，現在拿到的不是現金，而是毫無信用可言的白條或展期協議。這些小微企業的背後，是無數個面臨失業和斷供的中國家庭。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悲慘的社會切面，曾經象徵着中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華僑城生活圈，現在成了維權、討薪和資產縮水的代名詞。開頭我們提到，華僑城正在向深圳國資委死給你看，這背後折射出的是中央與地方在債務治理上的深層撕裂。華僑城是國資委直屬央企，本該由中央負責。但北京現在的態度很明確，誰家的孩子誰抱走。華僑城的資產重心在深圳，北京便想借着支持大灣區發展的名義，讓深圳國資委出錢。但深圳現在也是泥菩薩過河，支持了萬科，還要支持深業，現在還要接手華僑城這個大坑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深圳國資委內部對此極度抗拒，因為深圳的財政收入在2025年也經歷了罕見的負增長。如果強行注資，極有可能導致深圳本地國資系統的信用等級也被下調。華僑城的求救扯下了最後一層名為央企信仰的遮羞布。這不僅僅是一家公司的危機，當央企都要靠死給你看來要挾政府注資時，說明國家信用的邊際成本已經高到無法承受。房地產領域的雷
已經炸到了權力的最核心圈。普通投資者的資產安全在2026年將面臨史無前例的洗牌。那些曾經以為躲進國企、躲進體制內就能安然無恙的人，現在發現，當大廈傾塌時，沒有一根柱子是安全的。斷先念的被查，或許只是為了給這一場巨大的失敗找一個替罪羊，但數萬億的債務窟窿，最終還是要由每一個納稅人、每一個還在還貸的購房者來填補。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華僑城離你很遠。當你家門口的購物中心開始冷清，當你手中的理財產品無法兌付，當曾經穩定的國企開始裁員，這都是華僑城們崩塌後的餘震。在這個寒冷的2026年初，守好你的現金，收起你的幻想。